你有沒有那種時候，覺得自己明明付出很多，但心裡還是很不爽呢？你幫忙很多，沒人講；你努力很多，沒人看到；你做得很好，結果別人拿功勞。然後你嘴巴說沒關係啦，心裡是最好是沒關係。然後呢，你開始累，開始悶，開始懷疑，我到底在幹嘛？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9章11到18節，保羅直接講一個很多人不敢面對的核心問題：當你付出卻沒有回報，你還能不能繼續？一開始他講得很合理，我們若把屬靈的種子撒在你們中間，從你們收割物質的供應，這還算大嗎？翻成今天，我給了你很多價值，我得到一些回報，很正常吧？這句完全沒問題。然後呢，他甚至補一句，別人都可以用這個權利，我更可以。翻成今天，如果要講資格，我是有的，但轉折來了。他說，然而我們沒有用過這權利。這句很猛你前面講了一大堆我可以拿，結果最後說，但我選擇不拿。然後呢，你會問為什麼？他自己講答案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翻成今天，我不想讓我的權利變成別人靠近神的障礙。這句直接把層次拉高，不是我拿不拿，是我這樣做會影響什麼。然後呢，你再往下看，會更震撼。他說，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。翻成今天，這不是我在炫耀，是我知道我該做。然後他再補一句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翻成今天，這不是選項，這是使命。這個差很多。很多人做事是我有做就不錯了，但保羅的心態是，這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然後呢，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轉變。當你只是做一件事，你會一直算我得多少，但當你是活在使命裡，你會問這件事值不值得。最後他講一句超關鍵的，我甘心做就有賞賜，若不甘心，責任卻已經托付我了。翻成今天，你可以心甘情願，也可以勉強，但這件事本來就是你的。然後呢，差別在哪？在於你是用抱怨做，還是用使命做？接着他給出一個很反直覺的答案，他的賞賜是什麼？不是錢，不是地位，不是掌聲，是白白傳福音，不用權利。翻成今天，我最大的快樂是我可以不被這些東西綁住。這句很深，很多人以為得到更多是自由，但其實不需要那些才是真正的自由。然後呢，你就會開始反思，我現在很多不爽，是不是因為我一直在算我付出多少，我應該拿多少，別人有沒有公平對我？但當你一直算，你就很難喜樂。保羅給的路是什麼？不是否定回報，是不要讓回報決定你做不做。你可以有權利，但你不被權力控制。你可以有回報，但你不被回報綁住。你可以被看見，但你不需要靠被看見才活。這才是自由。所以哥林多前書9章11到18節，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叫你不要拿，是提醒你，當你不再被我應該得到什麼綁住，你才開始真正活出使命。因為有些事不是因為值得你做，而是因為你是這樣的人。記得，你不是為了回報才活，你是為了你是誰而活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，
當你不再用回報決定付出，你才真正自由地活。